托尔是一只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它喜欢睡在狗窝外面的雪地里。3个小时后，它的主人迫不及待地想找出原因。他在狗窝内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当这只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向他咆哮时，安德烈亚斯吓了一跳。托尔是他从小养大的，两人一直是最好的朋友。他再次走进狗的狗窝，狗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他走到他和狗窝门之间，一边翘起嘴唇，一边轻声咆哮，似乎在警告安德烈亚斯不要再靠近了。安德烈亚斯走到一边时，脚下的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他走过去的那一刻，托尔停止了咆哮。“怎么了，孩子？”他轻声问道。“你在里面找到了什么？”托尔摇了摇尾巴，垂下了头。然后他走到安德烈亚斯身边，让他给他抓耳朵。安德烈亚斯以为对峙结束了，于是他向右走了一步，再次走进狗窝。但是和之前一样，托尔走到了安德烈亚斯面前，摆出了警告的姿势。安德烈亚斯摇了摇头，他永远不会知道狗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最好让他自己解决。小亭子里的东西显然对托尔很重要，就让他自己去玩吧。安德烈亚斯踏雪来到后门，决定第2天早上再去看看。这一切都始于前1年的夏天。热衷于木工活的安德烈亚斯在秋天的最后几周里为托尔建造了一个壮观的狗窝。它有一个门廊，里面有足够的空间供狗避雪。安德烈亚斯预计12月初就会开始下雪，事实也正是如此。气温骤降，下起了第1场雪。托尔本能地意识到，安德烈亚斯为他搭建的这个建筑是为他准备的，他马上就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人避难所。托尔重新整理了安德烈亚斯为他铺好的毯子，在自己的门廊上用餐，早上和晚上。当安德烈亚斯把碗端出来时，在安德烈亚斯看来，托尔是整个马里兰州甚至全美国最被宠坏的狗。那天傍晚，安德烈亚斯透过卧室的窗帘偷看，果然，托尔正躺在他狗窝的门廊上，他的头枕在前爪上，耳朵却竖得高高的，好像在警惕着什么。小雪已经下了大约1个小时。安德烈亚斯临睡前最后一次探出头来，托尔还在狗窝的门廊上。外面很冷，但他一动不动，这真的很奇怪。日出后不久，安德烈亚斯又走到了狗窝前。前1天晚上下的雪给整个庄园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地毯，至少增加了2英寸。托尔看到安德烈亚斯时跳了起来，但当安德烈亚斯想越过这只狗走到狗舍门口时，托尔又挡在了他面前，和前1天一模一样。在这之前，德国牧羊犬恳求地看着主人，好像在说：“请不要再试了。”只要安德烈亚斯朝包间入口走动一下，嘴唇就会抬起来，轻声的咆哮也会随之响起。这只狗所做的和他前1天所做的一模一样。他在试图阻止安德烈亚斯看狗窝里的东西。安德烈亚斯完全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托尔的怪异行为，但他随后想出了一个计划。他轻快地穿过雪地，来到厨房门口。一进门，他就从冰箱里拿出1块生牛排，开始把它切成小块。这是托尔最喜欢的食物。安德烈亚斯确信，这只狗不会拒绝1碗切好的牛排。唯一的挑战就是说服托尔到厨房来吃。拿着碗，安德烈亚斯又走到外面的狗窝前，和刚才一样，托尔跳起来迎接他。安德烈亚斯匍匐在地，对这只狗大惊小怪。然后他从背后拿出碗，让托尔闻了闻。这只狗几乎要跳起来了，没有什么比1碗刚切好的牛排更让他兴奋的了。但是当安德烈亚斯端着碗走开，
叫索尔时，狗却坐了下来，这很不寻常。它通常都是在自己的狗窝上吃东西，现在主人要它跟着自己去厨房。托尔很纠结，他侧过头看了看狗窝，轻轻地哼了一声，然后他似乎下定决心，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己的食物，一蹦一跳地跟在安德烈亚斯后面。在厨房里，安德烈亚斯又开始驼背了，狗跟在他后面，在里面跳来跳去，眼睛紧盯着碗里的牛排。安德烈亚斯计划的第一部分完美地完成了，他把碗放在厨房最角落的地板上，又对狗大吵大闹起来。托尔吃得津津有味，他并没有像其他大多数狗一样试图一下子把所有的牛排都塞进嘴里，相反，他似乎在细细品味每一口，这让安德烈亚斯一直很着迷。这只德国牧羊犬似乎对食物津津有味的样子。现在该是他计划的第二阶段了。安德烈亚斯慢慢地站了起来，他倒退着向门口走去，眼睛一直盯着那只狗。托尔没有理他。安德烈亚斯走出厨房，拉上身后的门。呼，第二阶段成功完成。他开始向狗窝走去。在厨房里，当厨房门在安德烈亚斯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托尔就已经发现了这个诡计。他很不高兴，他一点也不高兴。他叫了2声，然后似乎明白了安德烈亚斯耍了他。托尔抓挠着后门，发出急促的呜呜声。安德烈亚斯显然没理他，他就跑进了休息室。休息室有一扇大窗户，托尔可以从那里看到自己的包间。他看到安德烈亚斯走了过来，这让他更不高兴了。他叫得更大声了，并跳到了窗户上。安德烈亚斯听到了屋内的骚动，他侧过头看了看房子，托尔正用前爪抵着休息室的窗户，怨恨地看着他。安德烈亚斯不喜欢自己把狗引到屋里关起来，这感觉就像他在背叛他最好的朋友，就像这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他们从索尔还是小狗时就建立起来的信任纽带。但他必须看看托尔在他的小屋里保护着什么。托尔不可能允许他靠近。绝望的情况需要绝望的措施，他这样决定，然后继续向狗窝走去。当他到达狗窝时，托尔有几秒钟变得疯狂起来。安德烈亚斯确信托尔会打破玻璃，从休息室的窗户冲进来。那只狗不再吠叫了，它现在咆哮着，情绪非常激动。当安德烈亚斯走进亭子的入口时，狗的怒气似乎更大了。安德烈亚斯手脚并用，把头伸进洞口。他在建造小亭子时并没有在亭子里安装窗户，所以亭子里面阴暗得多。他闻到了一股典型的狗臭味，并试图在昏暗的灯光下环顾四周。然后他伸手抓住了托尔毯子的一角。当他拉开它时，迎接他的是一声响亮而凶猛的嘶嘶声。安德烈亚斯本能地向后一跳，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首先想到的是一条蛇，但能发出如此响亮而凶猛的嘶嘶声的，肯定是一条巨蛇。而且现在是冬天，遇到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安德烈亚斯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并用前臂挡在身前保护自己，以防里面的东西决定发动攻击。他抓住毯子的一角，然后慢慢地把它往后拉。嘶嘶声再次响起，这次更响亮、更猛烈。安德烈亚斯犹豫了一下，把头伸进了毯子口。他现在完全处于脆弱状态，因为他的头和手肘无法同时穿过开口。如果里面有什么东西攻击他，他就完全没有防御能力了。但好奇心还是战胜了他。一旦他的眼睛摆脱了强光，适应了里面的阴暗环境，他就发现了它，那是一只浣熊。一时间，
安德烈亚斯懵了。按理说，浣熊应该直接逃走，可这只浣熊却像托尔一样站在原地，它在捍卫着什么？然后，安德烈亚斯先看到了它，他只发现了一只小浣熊。然后他在托尔的毯子褶皱里发现了第2只，接着是第3只和第4只。等他数完，已经有6只了。安德烈亚斯立刻明白了，浣熊妈妈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生孩子，而托尔是个绅士，他为浣熊妈妈牺牲了自己的家，然后还提供了警卫服务，完全免费。安德烈亚斯意识到这一点后，不禁微笑起来。托尔，这个忠诚而温柔的巨人，为浣熊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他与他们共享空间，甚至成为他们的保护者，甚至与自己的主人对抗。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安德烈亚斯决定在附近为浣熊一家建造一个舒适的庇护所。他做了一个舒适的窝，确保浣熊们有一个安全的栖息地。托尔了解情况后，然而作为情感单纯的狗狗，它却做到了。往往只要有人对它好，它将一辈子忠于人类。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家人。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老奶奶和狗狗的故事。狗狗和奶奶相依为命，他们把彼此当成自己的亲人。狗狗和很多小动物一样，过着流浪的生活。它每天在小区街道翻垃圾桶寻找食物，它早已习惯了风餐露宿的生活。这只狗狗是不幸的，因为它过着孤苦伶仃的流浪生活，但它又是幸运的，因为它很快就会拥有一个爱它的主人。这天，这位奶奶在楼下遛弯，看到了正在翻垃圾桶的狗狗，样子让人心疼，于是奶奶给了它一些食物。之后的日子里，奶奶就经常遇见狗狗，并给它一些食物。一天，它吃过奶奶给的食物，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开，而是一直跟着奶奶。奶奶看到它非常可怜，于是这位奶奶就收留了狗狗，给了狗狗一个家。在之后的日子里，狗狗和奶奶相互陪伴，日子虽然有些辛苦，但是很愉快。老人每天会训练狗狗做一些事情，欢声笑语，一人一狗关系比亲人还要亲上数倍。没有儿子和女儿，在世上也没什么亲人，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人生活。狗狗出现之后，每天陪伴他的只有这只狗狗。奶奶还给狗狗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多多。但是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身体越来越不好，年迈的身体更是无法承受这冬天彻骨的寒冷，经常卧床不起，基本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更别说每天给狗狗喂水喂饭了。但是多多并没有因为奶奶卧床不起不能照顾他而选择离开这个家，他非常乖巧懂事，为了报答奶奶的收养之恩，担任起了照顾奶奶的责任。本已经结束流浪生活的他，好像重新开始了老本行。不过这次不同的是，他没有到垃圾桶寻找食物，而是在超市买食物。因为奶奶身体不好，经常卧床不起，腿脚更是不方便，无法自己去购买基本的生活用品。最近小区的人经常可以看到多多叼着钞票到小区里的超市买食物。最开始有的邻居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远看还以为这只狗狗叼着玩具和主人玩耍呢。后来人们渐渐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都被狗狗所感动。就这样，狗狗一直坚持照顾奶奶，即使刮风下雪，也都会在各个食品市场报道。可能他买的香肠并不是奶奶最爱吃的，但是多多一直对奶奶不离不弃，他似乎在表达着爱，诉说着爱。附近的人们都非常喜欢多多，他每次来买东西总是能得到很多善意，大家会送他一些好吃的食物，而多多也非常有礼貌，得到了食物以后，他会向人们鞠躬，然后才离开。时间过得很快，严冬要过去了，因为多多可以帮助奶奶买基本的食物，这让行动不便的奶奶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过了这个寒冬，奶奶的身体也有所改善，伴随着春天的到来，气温也升高了许多。身体有些好转的奶奶已经可以带着多多去公园里兜风遛弯了。很多人都认识多多，看到奶奶带着多多，都纷纷向奶奶夸奖多多。
奶奶听到他们的夸奖，非常高兴。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忠诚善良，会时时刻刻护着主人，即使曾经受到过伤害，也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再次相信。它们的天真热情值得被温柔以待，希望更多的人喜欢狗狗，给它们多一点理解。最后希望奶奶的身体能够彻底好起来，有了多多的陪伴，奶奶肯定能非常快乐地度过晚年。随着网络的发展，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小故事，让人热泪盈眶。就像这只帮奶奶买食物的狗狗一样，10年如一日，每天定时打卡。你给我一个家，我给你全部温暖。每天做同一件事情，我们都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有一只狗狗，它的行为却很反常。它每天孜孜不倦地做着同一件事情，10年如一日。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了解了解。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黑色的田园犬，和很多小动物一样，它是一只流浪狗。在1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夜晚，狗狗在四处寻找食物。很不幸的是，它没有找到任何吃的，这是它常过的日子。寒冷和饥饿让它差点丢失了自己的生命。就在它奄奄一息躺在路边，本以为自己就此离开人世的时候，一个腿脚不是很方便的奶奶把它带回了家。从那之后，狗狗就和奶奶一直生活在了一起。这样的日子过了10年，狗狗每天和奶奶一起生活，一起玩耍，跟在奶奶的屁股后面保护着奶奶，陪奶奶一起买菜散步。不过岁月是把杀猪刀，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病痛终究是没有放过奶奶。病魔折磨的奶奶站不起来了，于是懂事的狗狗便充当起了奶奶的腿，每天出门都为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前奶奶腿脚还比较方便的时候，经常带着狗狗到一家早餐店吃早餐。从奶奶腿不能走路以后，自己就不能到店里吃早餐了，所以狗狗最常做的就是每天早上出门到早餐店把新鲜的早餐带回家。因为早餐的时间是固定的，而且早餐老板他们都知道奶奶不太方便，就给她订了早餐。狗狗每天早上都会踏着小步伐走到早餐店，早餐老板看到狗狗来了，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食物给它，顺便摸了摸它。狗狗在享受完抚摸后就回家了。数十年如一日，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狗狗都没有缺席奶奶的早餐。我们总能在早餐店每天定时定点地看到狗狗的身影，不管天气多么恶劣，它总是能按时出现。就算有时候下雨，奶奶告诉它不用去取早餐，但狗狗还是会主动地去帮奶奶拿早餐。奶奶有时候也拿它非常没有办法。也许这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吧。故事被分享到网上，很多网友也被狗狗的行为感动了。毕竟有时候人都未必能真正做到狗狗的样子。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或许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它只是我们的一部分，可对于狗狗来说，我们就是它们的全部。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帮帮它们。如果孕育了它们，希望大家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要轻易抛弃和舍弃它们。在这个快餐时代，很多人养宠物只是一时兴起，并不是想真心的喜欢它们。所以饲养员希望，如果不是真正的想要抚养它们，就不要轻易的去收养。如果已经收养了它，不管是什么，一支送葬队伍正在前往墓地，大人们都在因为悲伤而分心，没有注意到孩子们已经与他们分开。因为正是调皮的年纪，男孩们到处跑着玩，他们饶有兴趣地在墓地里闲逛。突然，他们注意到其中一个墓碑前有一只狗狗。这只狗狗很大，看上去是只德国牧羊犬，黑黄相间的皮毛，2个三角形的耳朵竖立着，它正在保持警惕。男孩们被这样的场景弄糊涂了，怎么墓地里还会有一只牧羊犬？男孩们凑近狗狗，他们互相争论说要给这只狗狗起个名字，但那只狗只是动了动耳朵，冷漠地看着他们。男孩们要凑近他们的时候，这只狗狗好像瞬间被拉响了警报，它立马抬起头来咆哮着，它不允许他们靠近。正当男孩们对狗狗突如其来的吼叫声手无足措时，身后传来了一句女声，把他们吓了一大跳。它的主人被埋葬了那里，它是不会自愿离开的。男孩们转身看是谁在说话，
他们注意到身后有一个衣履阑珊的陌生人，他朝那只狗狗走了过去，放了食物和水在他的面前，然后他走开了。这位女士开始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吃三明治，孩子们好奇的目光纷纷投向了她。既然这样，她示意男孩们过来，坐在长椅上，向他们讲述关于这只狗狗的故事。这只狗狗名叫萨德，萨德是一只孤独的狗，也是一只难以理解的狗。它不允许任何人抚摸它，尽管它曾经并不是这个样子。它原来十分友善，喜欢跟人打招呼，喜欢跟人类有肢体接触。但现在，如果有人试图靠近它，它可能会大发雷霆。因为就在不久前，萨德的主人去世了，他的主人就埋葬在这里。萨德面前的墓碑上是一个年轻男人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只有40多岁。他就是萨德的原主人。他实际上是一名警察，他是在很奇怪的情况下死亡的。当人们找到已经死去的警察时，可怜的他正抛弃在树林里。警察们只知道他是被别人杀害的，但对于凶手，因为现场没有任何线索的原因，他们束手无策。主人去世之后没多久，萨德就消失了。家人们四处寻找，也没有发现萨德的身影。突然，主人的妻子想到，萨德会不会去了主人的墓地？虽然这只是个猜想，但萨德对主人的思念，大家都看在了眼里。这个猜想被不断放大，于是他们出发去墓地找萨德。萨德似乎是提前预知到了人们会来找他，当人们到达时，他选择躲了起来，躲在了远离墓地的谷仓里。当他感觉到没有人在寻找他时，他一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才返回了墓地。当人们离开墓地时，已经没有人再打扰萨德了。独留的狗狗自己孤独地守在墓地。现在的萨德已经不再嚎叫，他似乎已经明白了这并没有用。但忠实的狗狗仍然无法忘记它的主人，它坚持日日夜夜地陪伴在主人身边。冬天来了，不管天气有多冷，白天狗狗仍守在坟墓上，晚上它躲在谷仓里睡觉。当地人知道了这只狗狗的故事后，会悄悄地在谷仓里给它放上食物。当地居民有时候会来拜访墓地，也会照顾狗狗，带些食物给它。所幸萨德并没有挨饿，但他仍旧对于人们闷闷不乐，他需要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冬天要过去了，雪开始融化，但天气依旧不改往日的寒冷。直到一天晚上发生了意外，有2个男人半夜开着货车到森林里打猎。2个人下车后发现了游荡在外的萨德，其中一个人以为那是一只从森林里出来的狼，他很是惊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另一个人已经开始攻击萨德，萨德开始反抗，他咬住另外一个人不放。那个人还想用工具攻击狗狗，但萨德反应很快，他一下子跳起来咬住了他的胳膊，躲开了他的攻击，尽管他自己已经受伤了。这2个人的尖叫声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注意，人们蜂拥而至，当地人中的一些猎人甚至拿来了武器过来，因为他们知道这片森林里有时会有野兽。当居民们看到原来是萨德和2个陌生人发起了争执，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萨德这边。虽然现在的萨德看起来相当有攻击性，但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激烈的事情的话，他根本就不会离开主人的坟墓，更何况是主动攻击别人呢？这时的萨德正躺在地上，他受伤了，在白茫茫一片的雪地上格外的显眼。躺在地上的萨博想起了之前类似的场景。当他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他不幸被坏人抓住，装进了一个袋子里，然后坏人要把他扔到河里。是主人发现了弱小的萨德，制止了他们的行为。他们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好在主人最后救下了他。他很害怕，他不停地颤抖，但他遇到了一个温暖的人。萨德当时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看着那个把他放在了自己胸前温暖的男人。那一刻，萨德被打动了，他逐渐相信了眼前的这个人。主人把萨德带回家，全家人都很喜欢萨德，萨德也很快便融入了这个温暖的家庭。但和其他家庭成员相比，萨德还是最黏主人。他最喜欢的事就是在主人看报的时候，依偎在他身旁打盹。一人一狗静静相伴，那是萨德度过的最安心的一段时光。在和主人的相处的时光里，萨德特别开心快乐，主人特别疼爱他，好像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萨德平时都是半垂着耳朵，但当遇到了他的主人时，大爪子和尾巴都会快乐地摇摆起来。
当然，萨德原本也以为自己会这样一直幸福下去。当地居民赶紧带着萨德去了镇上的动物医院。虽然萨德受伤很严重，但是好在他的性命保住了。他需要在动物医院治疗和休养一段时间。很可能养好身体的萨德仍然会选择回到墓地，继续守护在主人的身边。不过这也不重要了，只要这是萨德自己的选择，别人就没有资格评判。狗狗的一生只有短短的10几年，在它们有限的生命中，它们最重视的就是主人。虽然它们没有我们人类一样的语言，但是它用它的行动一次次刷新了我们对忠诚这2个字的认知。同时，狗狗也是相当明白感恩的含义的。它能明白你对它的付出，哪怕只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眼神、一餐食物，或者你收养了它，它都会对你感恩一生。这一点我们人类都很少能做到。萨德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诉说了忠诚，希望大家能好好爱护身边的狗狗。你的一生可以有很多人，可他的一生就只有你。